這車行不行？这車行不行？这车到底行不行？今天给大家試一下我身邊的 Smart 精靈6號。朋友們，你們覺得現在自主品牌彎道超車發展到現在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？你們可以打在評論區哈。那其實我認為，當然是一件好事兒。但是現在很多車企越做越跑偏了，冰箱、彩電、大沙發都已經很普及了，对吧？又開始做什麼洗腳盆、馬桶都快上車了。但你別忘了，車是用來開的，其次才是這些花裡胡哨的。那麼彎道超車的前提是什麼？那不就是在以前我們這個三大件兒比不上合資和進口，對吧？所以我們用智能化進行了彎道超車。那現在如果我們合資和進口車把這個智能化短板補齊了，那你的危機感沒有嗎？那我覺得我身邊這台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所以今天咱們这條視頻的重點呢，就是帶大家看看這台車開起來到底行不行。為什麼這麼說呢？你看這車激光雷達也給你頂上了，續航直接給你幹到了1810公里。最主要這台車我體驗下來，它真的把駕控放到了首位。那首先呢，這台車它採用了貼地飛行8件套哈，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機蓋，這是真實的風道，包括旁邊呢也是真實的風道。而且呢，這台車它還有低風阻轮圈，當然我們這台車沒有匹配。最主要它這個底盤是跟奔馳共同開發的，而且這台車還採用了 FSD 可變索音减震器，以及呢財富中國首發的閉環轉向控制系統。再往後看，大溜背還有4段調節的尾翼，所以這台車呢擁有德系底盤的刃勁，操控方面應該也是不錯的。那這期節目主要帶大家體驗一下這台車開起來到底行不行。首先，這台車我剛上手就讓我感受到它很有德系底盤的那種厚重感，而且呢，你在過這種顛簸或者減速帶的時候，你能感受到它是很乾脆利落的。最主要，它的轉向很精準，你看，稍微轉向一下，它這個輪子就跟着轉動。你看我們現在過彎，整個車子是很穩的，就很貼地。而且呢，你看我們稍微開快點，急着變個道。能夠感受到嗎？是非常從容、非常穩的。所以為什麼我說這台車開起來才是它的亮點？而且呢，這台車你在踩它的油門的時候，也不會讓你有那種很突兀的感覺，就是這個電門一下就給到你，不是？你看，踩下電門，它這個速度是循序給到你的，所以不會讓你有那種開電車那種竄動和突兀感。最主要這台車呢，不是給你那種開起來特別運動，就是一點都不舒適的感覺，它也給你保留一定舒適性，而且它有個功能叫底盤舒適制動。當你開啟這個功能的時候，你就能明顯感受到它能幫助你抑制那種剎車點頭抬頭的情況。那說到昨天啊，其實我們昨天是從哈爾濱開到長春，這一路其實是讓我們體驗它的高速自動駕駛輔助功能，因為這台車它是千里浩瀚的這個智駕的方案嘛。但是其實我體驗下來，甭管是昨天的高速，還是今天我們在長春城市路段去試，我覺得它的智能駕駛輔助還是有待提高。但是確實人家駕控做到位了，對吧？這個不能說一台車它所有都做得很全面。當然，當他把這個智能駕駛輔助還有它的智能化再往上去拔一拔的時候，這台車真的是接近完美。所以為什麼說它是一台黑馬？那除了這些之外呢，這台車它在舒適方面的功能匹配很到位，像前排的座椅通風、加熱、按摩的功能，然後呢，後排你看空間非常的大，而且給咱們匹配了森海塞尔的音響。然后最主要是啥？這台車是女生比較喜歡，就是你在晚上開的時候，它的氛圍燈很漂亮。所以呢，這台車我們已經說過了，它的優點在於它的駕控、它的續航，還有呢就是它有這個奔馳的基因在哈。你看車身上也無處不在的奔馳的標，所以我認為這台車完美的诠釋了什麼叫車是用來開的，其他的功能永遠是要排在行駛質感之後。那我們現在把車開回去吧。那总的来說呢，這台車在行駛質感方面確實給到了我們驚喜。那我覺得，個人覺得它在智能駕駛輔助如果再提高一下，我覺得會更好一些。那好了，以上就是這期的這車行不行？我是航航，那我們下期見，拜拜。